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啊。上期视频我们是针对于这个 HikenAsh 交易策略做了一部分的这个代码的编写那么本章我们是继续完善这个 EA 在我开始之前我还是说一下，就是你光看它是没有用的你不动手不去面对问题你永远都是无法入门的。永远都是处于一个寻找别人的 EA 或者说是买别人 EA 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别人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别人的你所谓的一些盈利的逻辑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取的，他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理解你所想表达的那些内容可能是针对于市场的认知不同交易的经验不同。所以只有当你自己完全的掌握了整个逻辑之后你才能说不至于受限于人。如果你连如此这个入门如此基础的这些步骤都不愿意尝试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说再去做一些更宏观的一些高谈阔论因为你的这个基础的架构它都是空的，那么你怎么去理解更复杂的一些概念呢？所以别再想自己说是小白什么有没有基础的这些问题了你直接写你先写一个垃圾出来，然后再逐步的去完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的你就熟悉了掌握了并且现在可以说是互联网是大多数人唯一的能够白嫖到的一些还有一些价值的这个一个渠道了好，那么说回来这个策略的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它就是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HikenAsh 指标是否出现了这个做多或者是做空的信号，然后再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MACD 过滤器是否也满足了做单的条件就可以了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上一章我们是已经把这个外部参数包括这个指标巨饼的实例化，还有这个开仓逻辑的这个开仓信号的一个获取这些方法进行了一个编写。那么这一节的内容，我们就是把这个开仓逻辑，还有这个时间过滤器评价保护再加上这个出场机制再把这些功能给它加上去。好，那么就话不多说我们继续上节没有完成的这个内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开仓逻辑开仓逻辑的话，我还是单独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我会把根据这里的 signal 来进行相应的开仓方向的一个判断首先是 open position。然后我们给它一个传参这个参数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获取的这个 signal， 然后是获取我们的ask 价，使用 symbol info double 来进行获取。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当前交易品种，然后获取它的 ask 价，然后是我们的 bid 价格。简单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这里是一次只开一单，所以我们需要针对于这个positions total 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 positions total 等于0的话，证明当前是没有持仓的。然后我们判断一下这个 signal，如果它是等于1的话，就代表我们是做多等于2的话代表我们做空等于0的话就是不操作。如果等于1，那么就是做多做多之前我还需要写一个方法，就是计算我们的手数就是这个 lot size， 我们先写个0待会儿再把这个函数补充一下。然后 trade 点 buy， 这是做多。第一个函数是我们的仓位大小，然后是当前要交易的这个品种，然后是我们的进场价格。针对于做多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 ask 价；做空的话就是 bid 价然后是我们的止损的话，我们这里是使用一个固定的点数来进行止损stop loss。
stop loss points，然后乘以我们的 points， 这是止损价。止盈价的话，就是使用我们的 ask 价加上这个 take profit， 它有时候不自动提示啊。take profit points。最后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的 comment 啊，你写什么都好，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buy， 好，我编一下，应该没问题。这是我们做多的一个逻辑啊。好，做空的话就是可以完全复制下来。signal 等于2的话，就是我们的做空。做空是调用这个 trade 点 sell 方法啊，这里面的参数要改一下啊。bid 价加上 stop loss。bid 价减去我们的 take profit， 然后 sell， 编一下，没问题。好，我们还需要把这里的这个 loss size 进行一个计算啊。我们这里本次所采用的这个止损方式是使用这个总账户的百分比啊来进行计算的啊。那么还是需要单独写一个方法 ，double， calculate loss。然后给它传几个参数，首先就是我们的symbol 当前要交易的这个交易品种，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进场价格，然后止损价格，止盈的话不太需要啊，我们都是以损定仓啊，止盈的话不太需要，然后把这个 SL type 还有 SL prime 传进来，首先定一个变量。给它取名叫 SL money， 也就代表的是，如果这一单我们被打损之后，我们最多亏损的金额是多少？然后 SL type 如果等于1的话，那么代表用户是启用的这个总账户的百分比啊。这种止损方式啊有很多啊，所以但是我这里只是列举了一种啊，列举一种的话，其实你不需用这个 SL type 也可以啊，但是我就是以这种写法进行编写了啊。SL type 等于1的话。那么我们的 SL money 就等于这个总账户的余额，然后乘以 SL prime 再除以100，百分比嘛。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以损定仓被打损之后，我们最多亏损的金额是多少啊？然后还需要计算一下我们的这个止损距离啊。计算止损距离，写一个注释啊。首先获取它的 digits 啊 ，digits 就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它是个 int 类型啊 ，integer， 然后传入我们交易品种，然后再获取我们的 symbol digits， 也就它的小数位数啊，然后再计算一下 distance。止损距离啊，也就止损点数，这个就是使用这个进场价格减去我们的止损价格，然后给它取一个绝对值啊 ，max ABS， 然后 normalize double， 它规范化一下 digits， 然后再除以我们的这个 points， point， 好，这就是我们计算出来的止损距离。我们这里要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它是小于等于0的话，那么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啊，那么直接就给它 return 0啊，这样的话避免我们因为这个 SL distance 它在我们后面逻辑会作为一个除数的存在啊，我们这里就是避免一下出现这个除数为0的异常啊。好，再接下来就是获取我们的点值啊 ，ticket value， 这个 value 也是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double symbol， 然后是 symbol 下的 trade 下的 ticket value 啊，这就是我们的点值。这个也做一个判断啊。如果这个 ticket value
PICQ。这个的 value 如果等于0的话，那么还是给它return 0。然后再接下来要做一些规范手数的一个判断啊。规范手数的判断，首先就是需要计算我们的手数。手数的计算公式就很简单啊，这个我们也演示过很多次了。首先就是风控啊，风控除以我们的止损，再除以我们的点值啊，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lot size。风控就是 SL money 除以我们的止损 SL distance， 然后再除以我们的 ticket value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做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2位小数，然后是获取 lot step，lot step， 还是 symbol info double 下的 symbol 下的这个 volume step， lot 就等于我们的 max round 下的这个手数先除以我们这个 lot step， 然后再乘以我们的 lot step， 就是给它规范化的一个显示啊。最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这个 lot 它小于我们的symbol volume LU， 小于系统小于这个MT5 平台要求的这个最小手数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复制为一个最小手数啊。这就是为了避免可能计算出来的这个值变成了 0.001 啊，然后但是你的平台要求你的最小手数是 0.01 啊，这样的话那么你下单就不成功啊。我们这里就是简单做一个处理啊，然后它这个最大手数也要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它是大于等于我们这里的 volume max 的话，那么就超过了平台允许的单次的这个最大手数了。那么你可以给它做一个自己的定义，比如说你允许你最多下10手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定义啊。最终计算完的话，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把这个 lot 给它 return 出去就可以了。OK， 编一下，这里做一个强转 double SL volume， 对，这里命名要注意一下。OK， 好，那我们把这个方法带入到这里啊。首先，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 symbol， 然后是我们的进场价，做多的话就是 ask 价，然后是我们的止损价，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止损价SL type，SL prime PA。类型不对吗？对着的呀。好，这里写错标点符号了。这个代码它一定是很严谨的啊，差一点都不行啊。好，我们再把这个复制一下啊。这里就是倍的价格，倍的价的止损。好，我们编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调用 ，open position， 把这个 signal 传进来，编一下，没有任何的错误和异常啊。好，那么我们在这打一个断点啊，来看一下它的逻辑是否正确。好，我们看一下，很明显是满足一个做空的一个条件。
看一下下一步。OK， 我们看控制台这里，它已经下了一个market sell 啊，一笔空单已经下了。我们看一下这里也已经下了啊，然后止损。如果这一单止损的话，我们这里账户的1%的话，那么它就是亏损这个100啊。运行一下。这一单被止损了，那么我们就是损失了100U，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等一笔这个多单的逻辑，快一点。好，多单，下一步。OK， 这笔多单也下了。如果它盈利的话，因为我们止损的距离和止盈的距离，都是同样的点数啊，所以如果你止损是损失100U的话，那么你止盈的话也是100U啊。我们看一下这笔它是止盈还是止损？这一笔是止盈，那我们看一下控制台啊，这就是盈利了100U啊，应该是这笔多单啊，盈利了100U啊，逻辑正确啊。好，那么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一个时间过滤器啊，就是让它可以避开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间段啊，比如说你只是想避开凌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1点到这个23点59分去进行这个交易啊。这是举个例子啊。好，那我们再把这个time filter 的函数写一下，就写在这里吧。time filter。因为我们这个是否启用时间过滤器是有一个外部参数的啊，就是它可能会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如果用户没有启用的话，我们直接就给它 return 一个 true 啊，就让它放行。否则的话，我们就要针对于这个时间进行一个判断啊。首先是time circle， 一天的话是86400啊。然后我们首先是获取一个 datetime 类型的 current time 啊，就是当前时间 time current 当前时间，然后再获取当天的这个凌晨的时间啊，当天凌晨的时间 datetime 这个 start 就是使用这个current time 当前时间减去这个当前时间取余一整天的这个余数，然后就是把这个当前时间已经走完的这些秒数啊给它剔除掉，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当天的这个最开始的时间，也就是当天的这个凌晨时间，当天的凌晨时间。然后我们在有这个当天的这个开始时间之后，我们再给它这个加上用户设定的这个 time start， 我们就知道用户想设定的这个开始时间是在哪里。再加上这个 time end 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用户他想结束的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啊？还是date time 下的 time end 就等于这个time start 就等于 TART， 注意这里要小写啊。给大家说一下啊。MQ15 代码它是针对于这个大小写是有区分的啊，所以这两个变量它是代表的一个不同的变量啊，它们所指向的这个内存地址都是不一样的啊。你这里的这个红色的通常就是用户输入的这个外部参数啊，它是代指的我们这个变量。而这里的这个 time start 啊，你看它这个颜色，其实就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函数体里面的一个局部变量啊，所以它们代表是不同的内容的啊，这个不要误会了。time start 然后乘以60，因为我们这里是按照秒来计算的啊，但是让用户输入的话，你让他输入秒的话，那么不太现实啊，它也不说不太现实，就是不太方便啊，因为你基本上来说，分钟级别对于用户的这个时间区间来说，时间区间的设定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需要给它乘以60，让它变成秒。
就是我们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同样要乘以60啊。有了这个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一个区间的话，我们就可以针对于它进行一个判断，判断一下这个 current time 是否是当前时间是否是处于这个 time start 和time end 之间的。如果处于的话，我们给它 return 一个 false。这里的等或不等的话，其实就代表你是否要包含这个结束时间。比如说你的开始时间是这个1点到2点的话，那么你是否要包含这个2点整的这个时间段啊？如果你想把它剔除掉的话，你就给它这个加上等号啊；你不想剔除的话，那么就不加啊。就这么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知识点啊。哎，我这里写错了 ，FALC。大家注意观察这些变量的颜色，就可以判断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刚才我写的那个，你看它刚才我写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颜色啊，它很明显它不是一个保留函数啊，不是一个保留的系统保留的一个命名啊。但是我们的 false 它其实是一个保留的一个命名啊，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处于这个 time start 和 end 之间的话，代表它是处于当前时间是处于这个交易时间段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它 return true 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time filter， 我们把这个 time filter 加在这个open position 这里，等于等于1，并且当前时间也是满足我们这个 time filter。好，我们编一下。OK， 我在这里再做一个演示啊。24年，最近去年吧，时间多一点，然后把这里的这个是否启用选定为 true， 60到120。好，其余的先不用管了。好，我们点击开始，回测一下，看一下交易笔数有点太少了，交易笔数太少了。6点到，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大一点，2012年。我们看一下，成交，看一下它的时间点是不是都是处于凌晨1点。再把这个时间级别改小一点，这样看的会更清晰一些。注意啊，我这里输入的参数是我随便写的啊，所以它包括这里的时间点，我只是为了给它做测试啊，所以它是没有什么盈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处于这个1点到2点之间啊，最低的话就是1点，然后最多的话可能也就是个1点45了啊，因为我们这是一个15分钟级别的一个回测，没毛病啊，没有2点的，没有超过2点的。好。那么这是我们的时间过滤器，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评价保护和出厂机制啊，我就连着一块写了，因为现在视频有点长了啊，我必须加快一下这个速度了。好，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啊，我直接先把它写好了。然后这里获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开仓价，这里是当前价，这里是当前持仓的止盈价啊，止损价。然后这里我们针对于这个持仓进行一个方向性的判断啊，如果它是多单的话，我们就使用当前价减去这个开仓价，就可以得到我们目前盈利的一个点数。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它是否是处于盈利点数是否已经达到我们这个触发平保的一个 trigger points 啊，然后再判断一下它止盈是否是处于一个开盘价之下的，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 modify 啊，把它的止损进行一个修改啊，止盈的话就是不变啊。作为空单的话，它就是完全的与之相反啊，其实就是这个这块还有这块啊做了一个修改啊。好，这是我们的 break even，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评价保护，然后它还有一个出场机制，就是如果它进场之后啊，如果比如说这里进场之后，再次触发了这个再次有这个空单的信号出现的话，它是否要平仓啊？
这个功能也是你可加可不加啊。有的这个品种可能加上这个出厂机制，它的绩效会变得更好，有的可能会变得更差啊，所以这个需要你们自己去做测试啊。好，那么我们就是 void。好，出厂机制涉及到的2个方法，我也这个一次性写完了。首先还是判断一下用户的这个是否启用了这个出厂机制啊。如果没有启用的话，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然后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与之对应的这个做多的信号，那么我们这里就是把当前持仓的所有空单进行一个平仓啊。否则的话，如果它是出现了这个做空信号，那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多单啊进行一个平仓。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平仓方法。它有2个参数，一个是我们 magic number， 一个是我们这个 position type， 也就是它这个你要平调哪一个方向的仓位啊。首先还是获取所有的获取所有的这个已经开仓的未平仓的仓位总数，然后进行一个循环便利啊。第一个，首先还是获取我们这个 ticket 啊，然后判断一下啊，判断是否小于等于0啊，小于等于0的话代表它获取失败了，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false 啊。然后根据这个 ticket，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选中指定的一个持仓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获取这个持仓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然后判断一下这个 magic number 是否是当前EA 所属的啊。然后这里是获取持仓的这个 type 啊，然后判断一下，如果它是用户要平仓的这个 position type 是多单的话，但是当前持仓是空单的话，我们直接给它跳过啊。针对于这个空单，但是要平的是这个空单，但是当前平仓，当前仓位是多单的话，我们也是给它 continue 啊。如果都满足条件的话，我们就到这个 position close 啊，给它直接平仓掉啊。这里是判断一下它的一个平仓结果啊。这个方法是我从其他 EA 粘过来的啊，因为这种方法的话，基本来说就是可以完全复用的啊。好，我们这里给它写在这里，进行一个调用啊，编译一下。哎呦，有问题啊，single 没传。但 filter 啊，这个命名不对啊。命名不对，好，这就没有错误异常了，因为我这从其他地方粘过来，可能有些命名上的出入啊。好，我们大体检查了一下这个所有的逻辑之后，应该是没有任何异常的啊。我们编译也没有异常，所以我们接下来注意啊，这里没有异常，它不代表说是，它只能说你的语法没有异常啊，但是不代表说是这个程序啊会完全按照你的逻辑去进行执行啊，因为有可能你这个代码的逻辑层面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会暴露的这个错误出来，所以你最好还是我们这里就使用这个 debug 模式来追踪一下，看一下它是否都执行到位了啊。这是出厂，然后评价保护的话，我们就给它放在这里。好，总共是3个断点啊，2个是评价保护的，然后1个是我们平仓的。好，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是到这个平仓，我们看啊，这里是当前持仓是一笔多单，但是出现了这个大家看这里啊，是出现了这个空单的做空信号的，所以我们这笔多单是要平仓的啊。它就在这里平仓了啊，没毛病。好，我们再多运行一下，这是也是一个平仓的，然后我们这里是有一笔空单，但是出现了做多的信号啊，出现了做多信号，所以我们这笔空单要进行平仓。看，这已经在这里平了。如果你加了这个就是出厂机制的话，那么它可能出厂的会比较频繁啊，就是它的盈利点数还没有多少呢，它就已经平仓了啊。所以我们这里先暂停啊，把它这个出厂我们测试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评价保护的这个功能。好，一直没有触发啊，我们看一下我们逻辑参数设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的，因为你这里的盈利点数才50大点，你这里设置成1半吧啊，25点啊。好，我们看啊，这里是有一笔
有一笔这个多单的一个持仓，然后它是运行到这一块的话，它应该是盈利了，肯定是大于了25点的啊。但其中这一块可能有相应的这个滑点啊，所以导致它进来的时候它已经是大于了我们要求的25大点了啊。所以我们这里肯定就是触发了平保。触发平保之后，因为我们这里设定的它触发之后移动的点数是0，那么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止损价，刚才在这块应该是在这块，就直接移动到了我们这个开仓价。我们看这里啊，开仓价是29312，我们止损也变成了29312啊，这就是执行了一个平保的操作啊。当然你也可以把这设定为成10大点，10大点的话，那么它就止损价格就会来到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平保的一个操作啊，我们再多运行一下。然后这又是一笔多单的平保啊，多单之前的止损价格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如果把这行代码执行之后，先让它跑完，执行之后它就会移动到我们的这个开仓价啊，刚开始在这里啊，然后移动到了这里，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再多执行几个。这是一笔空单的，但是我好像点快了，它就直接已经平保了啊。这又是一笔多单的，好，没什么好看的了，基本上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这代码都是已经写过一次的。好，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这个所有的逻辑啊都已经写完了啊。那么根据我个人的一个回测呢，简单做了个回测，它在个别的一些交易品种啊，比如说这个欧加上啊，有那么一点点的盈利优势啊，但是它离我们这个能够采用的这个阶段啊，还是很远很远的啊。倒不是说因为它这里的这个回测的绩效怎么样，而是因为它首先是它的这个稳健性不好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如果把它拿去做这个沃格弗尔的 test， 包括这个蒙特卡洛模拟啊，我虽然还没有做啊，但是我大概率能够感觉到它是无法通过的啊，这个也很正常啊。我们这个开发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断的尝试啊，尝试各种这个指标啊，包括各种逻辑的一个组合。大多数的 EA 啊，就是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盈利的概率优势的啊。如果你只是简单的以为包括有些同学他认为他的这个交易策略很好啊，但是如果你是把它真正的这个跑量化，比如说放在这12年间啊，从12年一直到这个24年，整体的进行一个回测，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你认为的好，可能它只是在一段行情内的好啊，但是你整体来看的话，它不一定如你所愿啊，并且这个策略从这个穿透性来说，它也是比较差的一种啊，跟我们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交易策略来比的话，它这个差得多呢啊，所以就是仅供学习参考啊，如果要使用的话，还需要自己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